银河系中大概有数千亿颗恒星，几乎每一个恒星都有它自己的行星系统。根据科学家推算，银河系中的行星数量至少有3万亿颗，但事实就是，我们无法用肉眼直接看见任何一颗系外行星。这些行星大多都距离我们成千上万光年之远，它们太小、太暗，被恒星耀眼的光芒完全掩盖，就像在远方的探照灯旁寻找一只飞舞的萤火虫。但是科学家是如何发现它们的呢？他们又是怎么分辨出来哪些是可宜居行星呢？欢迎来到探索宇宙行星篇的第4期行星的观测。既然行星本身看不见，那就去找它存在的证据。比如，当一颗行星从恒星前方经过时，恒星的亮度会变暗一瞬；当行星的引力牵动恒星时，恒星会微微晃动，甚至行星的大气会在恒星光穿过时留下独特的光谱指纹。这些微妙的变化就是我们能捕捉到的观测指标，它们像是远方世界给出的无声信号。但是光有这些线索还不够，宇宙太浩瀚，信号太微弱，人类需要宇宙之眼去捕捉它们。于是一个又一个伟大的望远镜被送上天空。2009年 NASA 发射了开普勒空间望远镜，它的使命非常单纯，盯住天鹅座方向的一片星空，持续观测超过15万颗恒星。开普勒使用的方法就是凌日法。当行星从恒星前方经过时，恒星的亮度会发生极其微弱的下降。开普勒望远镜的灵敏度足以捕捉亮度下降1/1000甚至1/1000的信号。他在服役的9年时间里，发现了超过2600颗系外行星。也正因如此，宇宙中的很多系外行星都是用开普勒的前缀来命名，因为这些行星都是由他发现的。更重要的是，他让科学家意识到，几乎每一颗恒星周围都可能有行星。开普勒望远镜还首次发现了一些处于恒星宜居带的类地行星候选者，比如著名的开普勒 452b。这颗行星的大小几乎和地球相当，位于其母星的宜居带中，被誉为地球 2.0。 可以说，没有开普勒望远镜，人类对银河系中行星的认知还会停留在稀有的假设。而如今我们知道，宇宙中有着成千上亿颗真实存在的类地行星，等待我们去发现。然而由于燃料的耗尽，它在2018年10月正式退役，后续的观测则由泰斯卫星来执行。泰斯卫星全名零星系外行星巡天卫星，是 NASA 于2018年4月19日发射的空间望远镜，由 SpaceX 猎鹰9号火箭搭载升空。它的目标是全天空巡天，寻找距离地球相对较近，大约几十到几百光年的系外行星。泰斯寻找的行星距离近，更适合后续用大望远镜进行大气观测。他发现了大量的小型岩石行星候选者，其中不少位于恒星宜居带。最著名的就是 TOI 700d， 这是泰斯望远镜发现的一颗位于宜居带的、与地球大小相当的行星，并且距离地球仅仅只有100光年。科学家认为它可能存在液态水。可以说，泰斯望远镜为后续行星成分的精细分析打下了基础。它就像一个筛子，把距离地球最近的、值得重点研究的候选行星挑选出来。詹姆斯·韦伯空间望远镜，如果说开普勒是发现者，泰斯是挑选者，那么詹姆斯·韦伯望远镜就是审问者。韦伯是目前人类最强大的红外望远镜，它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研究系外行星的大气组成。它能通过透射光谱分析行星大气的分子成分，比如水蒸气、二氧化碳、甲烷，通过直接成像分辨出行星反射的光，甚至绘制大气温度结构。2023年，韦伯望远镜在 K2-18b 的大气中探测到二氧化碳和甲烷，还发现了一种可能的分子——二甲基硫。在地球上，它主要由生物产生。这一发现虽然还需验证，但它已经让科学家第一次严肃地把有关生命痕迹的讨论带到公众视野。韦伯望远镜还成功观测到特拉比斯特-1系统，这是一颗位于宝瓶座方向、距离地球约39.13光年的恒星系。其母恒星是一颗表面温度极低的红矮星。该恒星周围有7颗类地行星，是已知行星系统中拥有次多类地行星的系统。韦伯望远镜正在尝试探测那几颗位于宜居带的行星大气。虽然目前信号微弱，
但它标志着人类真的能触碰到另一颗可能有生命的世界的大门。目前，学界有望在本世纪内验证它们能否孕育生命。未来还有2颗探索系外行星的太空望远镜正在研发，它们分别是 LAVOIR 和 HABEX。LAVOIR 全称大型多波长测量仪，是 NASA 未来设想中的一台超级巨眼，它的拟定口径可以达到15米，这意味着它的极光能力将远远超过哈勃、詹姆斯·韦伯等现役望远镜。口径越大，能收集的光子越多，成像的清晰度和分辨率也就越高。HABEX 全称宜居系外行星观测站，它的目标更加专注，寻找类地行星。它就像是为寻找地球 2.0 而量身定做的一双眼睛。它的设计亮点在于它会配备星免器或遮星器。遮星器的原理就是在望远镜和恒星之间放置一个巨大的人造遮光板，把刺眼的恒星光完全挡住，这样行星的反射光就会显露出来。一旦行星的光芒被捕捉， HABEX 就能像解剖一样对其光谱进行分析，给人类提供最有可能孕育生命的候选名单。这些望远镜将不再只是发现和推测，而是有能力直接回答那个终极问题：宇宙中是否存在另一颗有人居住的星球？从开普勒的凌日数据，到泰斯筛选出的近邻行星，再到韦伯对大气的深度剖析，人类对于系外行星的探索在一步步地逼近答案。未来更大的望远镜甚至可能直接让我们看见一颗蓝色行星的海洋与云层。可以说，行星宜居性的研究本质上是观测技术与理论模型的双向奔赴。没有望远镜，我们无法证明理论；没有理论，望远镜的观测也无从解释。也许在我们有生之年，科学家们就能通过这些宇宙之眼，在数十光年外确认一颗真正的类地行星，那将是人类历史上最震撼的一刻。